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倾尽所有，亲手将3个儿子培养成金牌主持、最年轻影帝和电商巨头。可当她替闺蜜顶罪3年，刑满出狱后，等来的不是家人的拥抱，而是亲生儿子们当众与她断绝关系，称她为下家的耻辱，转头便认了那个盗走她所有成果的闺蜜当亲妈。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个女人含恨而终又意外重生的那一刻说起。上一秒，向诗涵还躺在冰冷的地上，听着亲生儿子骂他是白眼狼、劳改犯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才幡然醒悟，自己20年的付出终究是错付了。可下一秒，他竟奇迹般的重生，回到了3年前，回到了他命运的转折点。此刻，他的好闺蜜李思思正跪在他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原来李思思酒驾超速，肇事逃逸，现在正求着向诗涵替他顶罪。前世的向诗涵就是因为心软，为了保全儿子们的前途和李思思的星途，答应了这个荒唐的请求，换来了3年的牢狱之灾和最终被全家抛弃的悲惨结局。李思思见他犹豫，又拿出杀手锏，用3个儿子的前途来威胁，声称如果他坐牢，就会把所有脏水都泼到夏家3个儿子身上，让他们身败名裂。他笃定向诗涵这个爱子如命的女人一定会再次牺牲自己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眼前的向诗涵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了。重生归来的她眼里充满了复仇的怒火，面对绿茶闺蜜的无耻威胁，向诗涵毫不犹豫，一巴掌狠狠扇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她的丈夫和2个儿子冲了进来，看到的正是向诗涵欺负柔弱闺蜜的场面。不问青红皂白的丈夫下凡，上来就给了向诗涵一巴掌，怒斥她是个毒妇。2个儿子也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她一个乡下来的废物，怎么配跟才华横溢的思思阿姨相提并论。向诗涵的心彻底凉了，这就是她爱了20年的家人，盲目、偏心、愚蠢至极。她冷笑着看着这丑陋的一家，决定不再忍让。既然你们都护着这个白莲花，那我就亲手撕开她的假面。她一脚踹开丈夫，对这2个逆子也是一人一巴掌，宣告这几个白眼狼杨子她不要了，从今往后她只为自己而活。就在家里闹得不可开交时，警察找上门来调查昨晚的肇事逃逸案。李思思立刻戏精上身，恶人先告状，哭诉是向诗涵偷了车肇事，现在还想嫁祸于他。夏家父子3人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，异口同声地指证向诗涵就是罪犯，催促警察赶紧把这个家门不幸的女人抓走。面对全家人的污蔑，向诗涵异常冷静。当警察拿出模糊的监控录像，大儿子夏凌风更是迫不及待地指认，说监控里司机穿的风衣正是他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，铁证如山。他字字诛心，劝母亲早日认罪，不要再狡辩。听到这话，向诗涵笑了，笑得无比凄凉。他平静地告诉警察，自己根本就没有驾照，这辈子连车都没摸过几次。而交警队长也从专业的角度分析，肇事司机车技娴熟，漂移过弯绝非常人所能及，更像是一位职业赛车手。巧的是，李思思正是一位赛车爱好者。真相的天平开始倾斜，但夏家人依旧选择性失明，坚信温柔善良的李思思绝不可能犯错。就在李思思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时，技术部门传来了好消息，监控画面被成功修复。当清晰的画面投射出来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驾驶座上那张惊慌失措的脸正是李思思，证据确凿，李思思被当场逮捕。可更让向诗涵心寒的一幕发生了，她的丈夫和儿子们在短暂的震惊后，第一反应不是向她道歉，而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李思思，生怕他们未来的摇钱树就此倒下。大儿子夏凌风更是对警察承诺，愿意花任何钱来换取受害者的原谅。这一刻，向诗涵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也彻底被碾碎。他看着这群无可救药的家人，立下重誓，要与整个夏家恩断义绝，并且要把这些年被他们夺走的一切，连本带利的全部夺回来。他要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领域，将他们一个个狠狠踩在脚下。复仇的第一步就从他的大儿子不可一世的金牌主持夏凌风开始。向诗涵来到一家被夏凌风的电台打压得濒临倒闭的江城1024电台，面对部长的质疑，他只说了一句：我能打败夏凌风。凭借着前世积累的深厚功底，他开启了一档全新的故事栏目《1001夜》。开播当晚，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盗墓和纸人新娘的悬疑故事，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瞬间吸引了大批听众。另一边，夏凌风的王牌节目《此生有你》收听率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滑，眼看听众不断流失到1024电台，夏凌风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。为了稳固自己的霸主地位，他决定放出大招。
在节目里进行歌曲首秀，演唱一首李思思为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《假如爱有天意》。他不知道这首歌的真正创作者正是他看不起的母亲。消息传来，1024电台的部长慌了神，劝向诗涵避其锋芒。可向诗涵只是冷冷一笑，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他当即宣布自己也要在节目里唱歌，歌名就叫《后来》。夏凌芬的歌声响起，深情款款，而向诗涵的歌声却带着两世的沧桑与遗憾，如泣如诉，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的心。网络上听众们疯了，纷纷表示被后来唱到泪流满面，收听人数开始爆炸式增长。最终收听率数据出炉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名不见经传的向诗涵，首播当晚竟与夏凌芬打成了2200万的平手，一个神话就此诞生。向诗涵用实力给了白眼狼儿子当头一棒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，他将如何继续他的复仇之路，把影帝儿子和电商巨头儿子也拉下神坛呢？